那随着各厂家和平台东测结果在1月份呢陆续公布了。那辉哥今天要讲的这台领跑 B10呢，虽然它没有参加平台的东测，但是它从去年12月初呢到今年的3月份，将在黑河持续进行4个月的高寒测试。那最低的气温呢达到了零下的30度以下。那我们将它的官方成绩呢和平台的东测结果做一下对比，一定要看到最后，结果绝对让你们大吃一惊。而今年呢，各平台的东测重点项目当中呢，空调的制暖效率呢就成了热度非常高的话题点了。在其中的一个平台的东测当中呢，在室外负15度为起点呢，把空调呢调到最高温度，风导也调到最高，测试了20分钟内，副驾驶的头枕呢升温的效果了。其中奇瑞的 iCar03 呢升温40度，而埃尔的 V 呢就升温了38.9度，银河15呢升温34.4度。那在揭晓了领跑 B10 的空调制暖表现前呢，我们先看看它的技术特点啊。首先呢，它拥有了自研的热泵啊，而且技术优异，零下30度呢也能够高效的工作啊。其次呢，领跑的热管理系统呢能做到27合一的高度集成，能更积极的吸取电驱啦、电池等系统的热量，把它们转化为空调暖气啊。因此呢，领跑 B10 呢，在放置户外静止12小时，以室外负24度、车内负20.1度的环境起点呢，把空调调节到最高温度，风量调到窝头档，那仅用20分钟，车内的温度呢就能够极限升温达44.6度了。在更极限的条件下，对比起各平台的测试成绩呢，依然保持着第一梯队的表现。那除了空调制热的能力出色以外呢，领跑 B10 的极寒操控性呢也是可圈可点的。除了大家想到的麋鹿测试之外呢，懂车帝东测呢还给我们了另一个指标，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雪地拉力赛。在拉力赛当中呢，很多车辆调教灵活的车型呢，过弯都非常的快，但是动态呢并不稳定哦，被车手呢评价为雪地控车很困难。而且有些车呢能安稳的到达终点的车呢，圈速的表现呢又不够理想。那与此同时呢，在开启 LCC 功能底下呢，部分的车型呢也不能以30公里以下的冰雪路面呢弯道保持得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回来看看呢这台领跑的 B10 了。它不仅呢能以82公里完成了冰雪路面的紧急避障测试，更能以80公里的速度啊，在冰雪的路面爆胎的情况下，车辆呢全程保持着稳定的状态，方向自动修正了。那要知道 B10 呢，虽然它是一台后驱车啊，它配备的 VDC 也就是车辆稳定控制系统了，以及呢 LMC 也就是一体化运动的控制技术啊。后者呢能够实现监控着车辆的动态信息，当检测到车轮出现打滑的时候呢，车身发生偏移或者失稳的现象呢，就会在50毫秒以内对驱动呢或者自动的模块呢进行控制，保证车辆可以维持着稳定的状态。那如果这些数据你们都不太敏感的话呢，那我再提一嘴了，那就是领跑 B10 的 LMC 呢是可以对转向进行控制的。那相比起驾驶员的主动介入呢， B10 实现了人车一体的控制，在挽救车辆失控的表现呢，做到了更高的智能化程度啊。鲜活的逻辑呢做到位了，那底盘调教的功力呢，只能说更加优秀了。那领跑的底盘团队呢，就联合了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底盘大 C 团队，针对 B10 呢进行了中欧的联合调教，并应用了驾驶模拟器啊，以及玛莎拉蒂联合调教的实力，让 B10 呢在保证好的舒适性的同时呢，也可以享受驾驶的乐趣和激情啊。那最后呢，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呢领跑 B10 的爬坡测试吧。那在20度对开的坡路面，同样配备着雪地胎，那 B10 呢满载超过了友商竞品原 Pass 的空载表现啊。那除了底盘外呢，领跑 B10 呢作为领跑的全球 B 系列的首款呢全球化车型呢，也是领跑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达成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之后的首款深度的共创车型啊。从品质把控呢到造型设计，都是给消费者带来了更高的品质和更高的性价比啊。这轮公测过后呢，该买什么车，相信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吧？那这台领跑的 B10 你们又怎么看呢？评论区里告诉我。